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减缓衰老速度的最强习惯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从老年开始的力量训练；第二，减缓衰老速度的饮食；第三，减缓衰老速度的生活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从老年开始的力量训练。有的人在60多岁时已经变得步履蹒跚，而有的人到了80多岁仍然精神矍铄，非常健康。这种差异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是因为每个人的衰老速度不同。那么，怎样才能减缓衰老的速度呢？作者之一的连田先生表示，他是在65岁左右才意识到肌肉的重要性。活动肌肉会分泌一种叫做睾酮的激素，也被称为挑战激素。连田先生认为，这可能正是保持年轻的关键。而另一位作者大村先生，更是在86岁时才开始进行类似的健身训练。他已经远远超过男性平均寿命81岁，一般人到了这个年纪可能早就放弃了。促使他改变的契机，是在百货店试穿牛仔裤时发现穿不进去。当时他的腰围达到100厘米，如果按照腰围选择，裤脚又太长，没有一条牛仔裤合身，连妻子都对他无奈。最后他什么也没买就回家了。正是这次腰围事件，让他走进了健身房。开始健身后，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训练前，他下半身无力，走路摇摇晃晃，稍微走一点路就气喘心悸，吃饭时还会出现误吸，白天总是疲惫不堪，入睡困难且睡眠浅，因此身体容易不适，脸色也很差，肚子也明显突出，连牛仔裤都穿不上。然而开始力量训练后，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得到了改善。原本在80多岁时一度身体衰弱，但他却突破了90岁的关口，反而变得更加健康。这可以说正是通过力量训练减缓了衰老速度。在家也能进行的力量训练，两位作者虽然会去健身房，但一周只去1至2次，平时主要是在家进行训练，也就是说，不花钱也能锻炼肌肉。这里介绍书中2种可以在家进行的训练方法：一、连田式落根运动。一、为了防止跌倒，双手扶住墙或桌子等支撑物。2、慢慢抬起脚尖。3、放下脚尖后，再慢慢抬起脚跟。4、最后让脚跟自然落下，这种刺激可以增强骨骼。10次为一组，做3组。2、深蹲。1用8秒慢慢下蹲，2用2秒站起。3次为一组，做3组为目标。深蹲是非常重要的训练，它可以促进分泌让身体年轻化的激素。此外，坚持深蹲还能锻炼骨盆底肌群，有助于改善尿频和漏尿问题。骨盆底肌群是位于骨盆内部像网一样支撑的肌肉，当这部分肌肉变弱时，打喷嚏等腹部用力的瞬间，就容易发生漏尿。大村先生还表示，骨盆底肌群变强后，连睡眠也得到了改善。训练前他很难入睡，即使吃安眠药也效果不佳，而且夜间频繁起夜。但开始做深蹲后，夜间起夜消失了，身体适度疲劳，也更容易入睡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有的人会逐渐出现认知症或衰弱综合症，而有的人却能减缓衰老速度，健康的跨越70岁、80岁的门槛。这种差别在哪里？大村先生认为，关键就在于力量训练。想要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去想去的地方，吃想吃的东西，如果真的想实现这些，最需要的储蓄，不是金钱，而是肌肉。储存肌肉才能帮助未来的自己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减缓衰老速度的饮食法。想要真正延缓衰老，仅靠运动是不够的，饮食才是决定身体老得快还是慢的关键因素之一。从医学角度来看，人体老化的背后，主要与几个重要机制有关：糖化、氧化、营养不足以及细胞修复能力下降。本章将从这几个方面系统讲解如何通过饮食减缓衰老。一、防止糖化，阻止身体变焦。
首先必须了解一个概念：糖化。所谓糖化，就是体内的蛋白质与糖结合，生成老化物质的过程。这些物质会让皮肤变黄、变硬，也会损伤血管和内脏。因此，糖化也常被形容为身体被烤焦了。糖化的危害：皮肤松弛、暗沉、长皱纹，血管变硬，增加动脉硬化风险，加速器官功能衰退。糖化的最大元凶：过量摄入糖分，尤其是含糖饮料、可乐、果汁、功能饮料、甜点、蛋糕、饼干、精致碳水、白面包、白米饭过量。举个直观例子，一瓶普通饮料中可能含有10至15块方糖的糖分。如果每天都有喝饮料的习惯，相当于在持续加速身体老化。实践建议，把甜食当作偶尔奖励，而不是日常。用水、茶替代含糖饮料，减少隐形糖加工食品。关键一句话：少糖等于慢老。2、防止氧化，避免身体生锈。如果说糖化是变焦，那么氧化就是身体生锈。氧化指的是体内自由基增加，攻击健康细胞，最终导致细胞损伤、慢性炎症、各类慢性疾病、心血管、癌症等。这也是为什么氧化被称为万病之源。如何对抗氧化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多吃蔬菜，尤其是深色蔬菜。厚生劳动省建议每天摄入350克蔬菜，但现实是日本人平均还差约60克，换算一下就是大约相当于少吃了6个小番茄。推荐抗氧化食物：西兰花最强抗氧化之一，菠菜、秋葵、苦苣、胡萝卜、南瓜。大村先生的做法，他每天坚持吃1整颗西兰花，早上吃一半，晚上吃一半。吃法也很简单，水煮加柠檬汁，或半明太子蛋黄酱，或加入沙拉。简单但可持续，这才是关键。多咀嚼的隐藏好处：西兰花有一个重要特点，必须多嚼才能吞下。大孙先生坚持每口咀嚼60次，这带来的好处包括强化口腔肌肉，提升吞咽能力，预防误吸，老年人很重要，改善声音嘶哑。饮食不仅是营养问题，也是功能训练。3、摄取蛋白质，为身体储存肌肉。如果说前2点是在防止老化，那么这一点就是主动对抗衰老，因为肌肉是抗衰老最重要的资产之一，而构成肌肉的核心营养素就是蛋白质。为什么特别强调早上吃蛋白质？连田先生提倡早上摄取蛋白质，原因是白天活动多，更容易被身体用于肌肉修复和增长。推荐食物：纳豆、豆腐、鸡蛋、鱼、鸡肉、牛肉、猪肉。其中纳豆等于高蛋白加发酵食品，改善肠道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。蛋白质摄入标准：一般成人约50克每天，老年人约60克每天，理想目标体重乘 1.2 克。例如60千克的人72克每天。简单实现方法：每餐吃100克肉或鱼，约等于20克蛋白，一天3餐约60克，再加纳豆、豆腐，完美达标。4、激活长寿基因，提升自我修复能力。人体中存在一种被称为长寿基因，它与抗衰老、延长寿命、细胞修复密切相关。如何激活它？关键营养素之一是 NMN 烟酰胺单核苷酸。富含 NMN 的食物：毛豆、西兰花、牛油果。另一个关键营养素锌，锌有助于免疫系统、细胞修复、激素平衡。富含锌的食物牡蛎含量最高，扇贝、动物肝脏。减缓衰老的4大饮食原则。最后帮你整理成一套可执行的核心逻辑：少糖，防止糖化；多蔬菜，抗氧化；高蛋白增肌肉；补营养，激活长寿基因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减缓衰老速度的生活习惯，决定你能否长期保持年轻状态的生活方式。这一部分的核心关键词其实只有2个：细胞修复加大脑活力。1、激活自我清理系统，促进自噬。想要延缓衰老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机制：自噬。什么是自噬？
简单来说就是细胞的自我大扫除机制。当身体处于轻微饥饿状态时，细胞会分解体内老旧、损坏的蛋白质，清除废物和有害物质，回收再利用资源。自噬的好处：促进细胞年轻化，改善代谢功能，清除与认知症相关的有害物质，延缓整体衰老。可以理解为身体内部的自动修复系统。如何启动自噬？关键方法只有一个：制造适度空腹时间。推荐做法：间歇性断食，每天留出10至16小时不进食，例如晚上19点吃完晚餐，第二天11点再吃第一餐，这相当于16小时空腹。实践建议：不需要极端节食，可以从12小时开始慢慢适应。晚上少吃，早点吃更容易坚持。核心重点不是少吃，而是拉开进食间隔。2、激活大脑，锻炼前额叶，防止认知衰退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很多人会出现一种变化：3无状态，无兴趣、无感动、无动力。这往往是认知功能下降的早期信号。为什么危险？因为这意味着生存意志在下降。一旦失去动力，身体和大脑都会加速衰老。关键对策：持续给大脑任务和刺激，尤其是前额叶。前额叶的作用控制情绪，做决策计划与执行。短期记忆：如何锻炼前额叶？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其实不是学习，而是做有步骤、有思考的事情。例如，做饭计划加顺序加操作，学新技能，旅行安排、记路线。为什么做饭特别推荐？因为它同时包含计划、记忆、动作协调，是全脑训练。一个现实观察：你可能见过一些老年人在车站或商店容易发火、情绪失控，这其实很可能是前额叶功能下降的表现。当前额叶健康时，不容易冲动，情绪稳定，更从容，也更年轻。3、保持人生的期待感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。除了身体和大脑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核心因素：活着的乐趣。为什么重要？因为人一旦没有期待，就会快速衰老。推荐的快乐来源不需要很大，可以很小。旅行，去图书馆、咖啡馆放松、散步、日归温泉。关键不是做什么，而是你有想去的地方。理想的老年状态：90岁依然能自己出门，去看演出、听音乐，享受生活。这才是慢慢变老，而不是快速衰老。4、用习惯对抗衰老，而不是依赖运气。书中的2位作者其实也经历过疾病，身体不适，机能下降，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不断调整生活方式，最终结果血压恢复正常，血糖稳定，身体状态改善。而方法其实很简单：运动加饮食加生活习惯。真正延缓衰老的不是某一个方法，而是一种持续让身体和大脑运转的生活方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